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超。最近，英国的一艘驱逐舰在黑海地区和俄罗斯的军舰、飞机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交锋。那么这场交锋最终呢，以英国军舰退出俄罗斯的领海而告结束。那么在此期间呢，俄罗斯的军舰和飞机向他做了火力警告。俄罗斯的军舰呢开了炮，当然不是直接向英国军舰开炮，而是向某个海域打出了炮弹。同时呢，俄罗斯苏-4战斗轰炸机在英国隐身驱逐舰保卫者号的前方投射了几枚炸弹。那么这个警告应该说是很严厉的了，最终呢迫使英国军舰离开了俄罗斯领海。当然事后英国狡辩说，我们进入的不是俄罗斯领海，而是乌克兰的领海，因为这片海域靠近克里米亚。那么实际上英国军舰之所以深入这个黑海地区活动，就是想打这么一个擦边球，但结果呢搞得有点灰头土脸，不得不迅速的离开这片海域。那么英国的军舰现在是在黑海地区活动，但是几个月之后，它一艘更大的水面舰只，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将率一个战斗群奔赴南海、西太平洋，进行相应的所谓的自由航行和军事演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和中国海军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交流或者是交锋呢？为此呢，英国卫报已经提前做了评述和分析。他认为英国军舰在克里米亚附近的航行活动，也可能呢是为应对中国对英国军舰在南海地区活动所做出的反应的一个提前设施。毕竟英文早就预告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要在今年穿越南海。报道还认为，类似的海上对抗可能还会发生很多次，当然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个很重要。现在在黑海地区发生了一次，那么未来在南海地区会不会发生呢？那么中国会不会学习俄罗斯海军的做法来对付英国战舰呢？其实呢，这个要看后续的情况。西方国家在南海进行活动，进入中国领海范围内，我们肯定是要管。那么如果他们在进入南海地区活动的时候，利用国际海洋法的一些空子来搞所谓自由航行的活动，那么只要他不侵犯我们中国的领海，那么应该双方就相安无事。因为南海地区呢，很大片的海域是属于公海，但是你不能进入我们的12海里。如果进入我们的12海里，那么你就是侵犯我们的主权，我们就有可能会采取相应的措施。那么这些相应的措施会怎么样呢？首先，它如果靠近我们的领海，我们必然会对它进行相应的监视，而且可能是抵近监视。那么如果它跑到我们领海的边缘，我们就要发出警告了。这种警告呢，有口头警告或者是其他方式的警告。那么如果他们的军舰进入到中国岛屿和大陆的12海里，那么就侵犯了我们的主权，那就是一个危险的举动。那么这样的举动必然会遭到我们更强烈的警告。那么这种所谓强烈警告就有可能和这次黑海事件情况类似。射击警告呢，当然是包括多方面的，有军舰上发射的炮弹的警告，也有军机投射的相应的武器的警告。当然可能开始呢不一定对着入侵者发射炮弹，但向其他海区发射炮弹警告，这已经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空中，过去我们处理靠近我们领空的一些军用飞机的警告，也是可以采取向其他方向角度发射航炮实施警告的这么一个措施。当然，如果它侵入我们的领海，深度比较大，而且带有明显的敌意的话，那么这个开炮的警告就不是警告了，有可能直接导致双方的武力冲突。我想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军舰敢于在中国的领海内来挑衅我们维护主权的决心和能力。从1840年到1949年的近100年期间，世界各国列强光是从海上入侵中国大陆就发生了470多次。但是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从
海上入侵中国大陆，包括活动在沿海的军舰向中国大陆目标发射导弹。那么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情况又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过去呢，我们是有一支强大的陆军，阻挡了任何一个列强敢于从海上进攻大陆的企图。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强大的空军和海军。那么任何一个国家敢于侵犯我们的主权，甚至呢对我们的领土领空进行军事侵略，那么其后果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西方国家的很多军舰在未来几个月都会跑到南海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那么如果规规矩矩的按照国际航道活动，我们不会干涉，因为自由航行也是我们中国人解放军需要维护的，来保证各国正常的商贸活动。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刷存在感、挑起事端，那么其后果恐怕你就要掂量了。因此，这些国家的军舰、飞机也好，希望你们尽量守规矩，否则一旦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恐怕你就很难应付了，后果也很难承担了。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